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他的名字叫雷。有人一听第一版是这，不就那大太监吗？我约在慈禧身边那个，我原是个大坏蛋雷。哎，这个李莲英啊，我们知道清末伺候慈禧的有3位著名的大太监，第一位是安德海，第2位是李莲英，第3位是小德张。这个小德张严格说呢，没有正式的服侍过慈禧，主要是伺候这个隆裕太后。那么这3大太监当中，得处时间最长的、权势最大的，首推李莲英。咱们不少的文学作品里都有李莲英这个形象，而且很多这个影视剧里边，非常多的用李莲英当做主角或者重要的配角。反正只要有慈禧的戏，一般都有李莲英。那么其实在这些作品当中呢，有时候有意无意的妖魔化的李莲英。你比方把李莲英说成一个媚上的欺驾的心肠狠毒的贪财的，而且是祸乱朝纲，跟袁世凯一勾带跟什么这个那个反正勾结一处，就把大清的朝政弄得乱七八糟，好像慈禧这些人祸国殃民都李莲英在背后使得坏。其实完全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李莲英叫事上以仁，事下以宽对待这个自个儿的上司皇儿什么啥的那是极力的尽心尽意的孝顺，对待下边的人呢是比较宽厚仁慈的。当然了，他借这个机会呢也敛了不少财，所以有人对李莲英这颇多诟病之词。而且李莲英一辈子轻易不插手任何政治上的事，这皇儿怎么治理天下，太后怎么着，他轻易不插手。这也是为什么他能9岁进宫，一直到最后61岁离开这个宫殿，前后在这里边50多年没有惹什么是非，能平平安安过的。非常重要一点，他不掺和朝政这些事。而且李莲英呢和别人不一样，雍正皇帝规定清朝的太监呢最高不能超过4品。可是李莲英在46岁那年，慈禧赏他2品顶戴华类。虽然说这是个虚衔吧，你不可能像2品官员那样掌握那么多权力，可是这对于太监来说是突破了组织，没有过的。那么说李莲英他凭借什么能够权倾朝野，红极一时，得慈禧这么宠爱？几乎他跟了慈禧一辈子，慈禧一辈子经历这些大事他全经历过，他成了代代红事的人物。而且他跟太后关系如此近，皇上像光绪什么的不反感了，反而还感激他。这个李莲英为什么就当了太监，净身进宫当了太监？出于什么样原因？过去我们说这个当太监，绝大多数是家里头家境很困难，活不下去了，这孩子怎么办呢？找条出路吧。万般无奈，断子绝孙，阉割了，进了皇宫。李莲英家呢也不例外。李莲英的是河北大城县人，这个地方呢在北京城南不远而地。这个地方历史上也出过不少太监。你记住，中国历史尤其明清两朝，这个太监出身是扎堆的。就这里边曾经出过1、2个有名的太监，进宫里混起来了，把家乡呼呼啦啦都给带过去。那么李莲英小的时候家境贫困，还有这么一个事儿，他在6、7岁那年得了场大病。据说他爸爸为这事忧心忡忡的时候呢，说观音给托梦，说李莲英这孩子长大了吧。当然他那会儿不叫李莲英李莲英是他进宫14年以后，2、3岁那年，慈禧把他原来的名李继喜儿改成李莲英，和原来进宫时叫李继喜。就这么这个观音托梦，说李莲英这孩子长大了，有可能横死就是暴病而亡，怎么能化解这灾难呢？不入空门，即入黄门。什么是空门？无家大法制。什么是黄门？当太监。
离开太监，皇宫里头吧，这入皇门就进了皇宫里当了太监。就这么着，他爸爸想来想去，说我们这老家这还有不少当太监当发庆里，这还能不能有这运气？得了，7岁那年，送李莲英晋升，进宫当太监。他是7岁进内森，在家里养了1年多，9岁那年才送到皇宫里当太监。那么说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不是谁想当太监都能当太监。首先一个得有人引荐，比方说这孩子晋升了，那边皇宫里就知道了，养一事就要送进去，得有点身份的太监做介绍。要为什么怎么说？这家出了1、2个太监，后边这地方就多了呢。前头得有人引荐，引荐了呢，人也得收取费用，往往10两8两银子的。这个银子呀，家里穷拿不起怎么办呢？等进了宫以后，你不挣工资的吗？皇上发给你钱的，2月给你往下扣。有的那个挣得少的太监得扣1、20年才能把这笔钱还上，因为太监挣的并不多，除非你有权有势。那么这个李莲英当初这个7岁晋了身，写了一个自愿阉割书，就是我这当太监都我自愿的，不是人家逼我的。把这些程序都弄好了，你才能够去阉割晋升。给你阉割这个人呢，说白了，这得是一种是心狠一点的，一般人下不去这刀。再一种是什么呢？往往这家里人呐，他家也不是全户人，就像咱们民间有的时候说过去宰老牛那都是孤寡的人，也不在乎这个没儿没女的。往往干这行的也是这类人，有专有生符叫刀子匠，专门干这个给人晋升。那么这个晋升之前，他要有细腻的准备。首先一个准备上，你得带东西。带什么东西？2份东西，一份呢是给刀子匠的，你放着1个猪头，1只鸡，加1瓶酒，这给刀匠里面。第二个呢是，你手术前手术后，得在刀匠给你布置这个房子里，说白就他家或者他租的房子，你得待将近1个月。手术前在这待2、3天，手术后把你将近1个月去。那么这1月里，你得带30斤米，就你吃的口粮，还得带那几篓的玉米棒烧柴，干上烧炕用的，你不能光吃的，还得有烧的。然后呢，还带这个麦子梗，这些东西，半刀窗户纸。说带这个窗户纸干嘛？带那个麦秸呢，是为了烧炕哟。但里头与燃料跟那玉米棒一样，然后这灰呢又来铺炕。半刀窗户纸干嘛呢？把窗户都扶上，避免你这个手术之后伤风、受风。这些都带好的。到了刀匠这儿准备，怎么准备呢？先给你检查检查，看有没有啥病。好，给你关到一个密不透风的小房子里，比方把李莲英弄里头了。这密不透风房，你在这里边得待2、3天。头2天能喝水，最后1天水都不能喝。这3天低米不能忌，不能吃饭。到了时辰了，什么时辰呢？一般来说是下午给你动的手术。时间呢，基本上选择在春末夏初。为什么这个时候呢？这时候天气不冷不热，人这身体好恢复，没有苍蝇，没有蚊子，造成污染的东西也少。在这时候给你开始动手术。动手术之前，一定再把这个自愿阉割书念一遍。你是不是自个愿意阉割的？这孩子得答我愿意是不是这个事儿和我没关系？我就是帮你动手术是。将来你断子绝孙可不能赖我是。好，3句话问完了，一看这孩子都同意，才能动手术。动手术时候呢，有助手，把这4肢给你都捆好了摁住了，怕你疼一针动不了手术了。然后呢，在腿和小肚子白布都缠上，都勒上。为什么呢？少过血，别到时候大出血你再死了，完了。而且这个过程
只要这孩子在给绑上的时候稍有不愿意，好，我不干了，我不干了，马上得给解开，你走。就你本人要不愿意，我绝不得跟你干这个事。所以这是刀子匠的规矩。李莲英被阉割了之后回到家，就养了将近有1年多。可有一样，这是规矩，阉割下来的东西，咱们就说男性的生殖器官，这个的刀子匠呢，人家自个儿留着。他怎么留呢？比方说这阴茎，他泡到油里头，等浸到一定时会之后呢，搁麻布包上留着。那2个睾丸呢，放到个石灰盆子里边，用石灰把里边的血液都吸出来，然后把自愿阉割书也放到这石灰盆子里，然后搁块红布把这盆子包好了，系到房梁上。刀匠家房梁上，干嘛呢？这叫红布高升，寓意着这太监进了宫以后会步步高升。说怎么这么拿这物件当回事儿？因为一个太监的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到死的时候得把这2件东西赎回去，就自个儿的生殖器官得赎回去。为什么要赎回去呢？叫6根不全，言无不收。你这根不全，都进不了总盆，言无也不要你。有的那太监最后这东西没了，不知道哪去了，临死前得做个木头的或者瓷的，搁到下身那安上，表示我能全个人见阎王爷，要不都没法见阎王爷，老祖宗也感到脸上无光。所以一个太监呢，如果进宫里发了有这钱了，他会找当初给他阉割这刀子师，把这个生殖器官赎盆，这个行话管他叫赎来，把它买回去。买回去以后，等下葬的时候呢，找人啊，跟尸体缝到一块儿，这是个全尸，啥也不缺啊。所以说这刀子匠呢，得把这留着，将来能卖钱。当然，他太监混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就完了，他留也没用了。一旦要混得高升了，那他不就值钱了吗？人家那边也能拿大价钱买啊。所以这刀子匠这东西得搁他这留。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有不少朋友说，跟李莲英是真太监假太监？我可听一些野史说了，跟李莲英的没被阉割了，那他跟慈禧太后有私情，俩人有男女之情，慈禧太后伸腿拿来给揉腿又干嘛呢？俩人近得不得了，有没有这事儿呢？胡说八道，绝不可能。为什么呢？大清朝啊，对这个太监的检查是特别严格。你不要是进宫的时候，那都有多少道手续，那都得看你阉不阉割干净，各方面的证据都得完整。一旦你要有一个人进了宫一看，没有阉割完，坏了。外边管太监这人和里头检查太监这什么进士房的总管呢，一律掉脑袋看头。为什么这么严呢？你想的后宫3宫6院72嫔妃呀，除了皇上没一个老爷们儿，你这要混进一个真老爷们儿进去啊，你这么等于跟皇上共享这些女人，这是对皇权最大的不敬。所以说太监里头一个假爱不能有。鹿鼎记里头韦小宝稀里糊涂的到海老公房间里头，然后冒走小柜子进去了，这都是扯淡，绝不可能发生的。在大清朝说怎么就不可能发生，就没有混进去的，是内线调倒的，保不齐就有人有阴谋给混进来了。你混进了一时行，你能混多长时间？每一年大清都检查一遍太监。怎么检查呢？咱们有的朋友到北京旅游知道，故宫后头景山的东边，就东北角这儿啊，原先那个地方叫黄化文，现在叫黄化胡同。原先黄化文这有个庙，专门就干这个。每年到一定的时间，比方说春天，把所有的太监，不光皇宫里的，各王府里太监都去脱裤子检查，就你割干净没干净。如果没割干净不要紧，这也有刀子匠，现场给你再来一遍，这叫刷茬，好吧匠，还得给你来一遍。每年必有一次检查，所以那就不能有漏榜的。有的岁数大太监到这儿来了，不用脱裤子，喝个茶，嗑瓜子回去，为啥？他都检过20多回了，都20来年了，还没有假吧？
凡是刚入宫头10年的，一回都不得放过。所以说，大清的太监基本一个家都没有。所以谁说这李莲英跟慈禧太后俩人有私情，那是胡说八道，那是地道的野史，绝不可能是。再说李莲英的长相有画像，你没看过？那是大驴脸、大下巴、颜玉嘴唇翻翻的，慈禧太后怎么能不长眼单挑她呢？对吧？所以绝无此事。那么这个李莲英进了宫，9岁进宫，她进宫一开始啊，不是说那样的顺风顺水。她得慈禧宠爱之前，她在宫里边遭了不少罪，你得学很多东西。这个太监可不是那么好当。你比方说，你看咱不少电视剧里边，太监一听皇上和谁说话，妃子说话得这样，这些都是他主子呀，都得叫主子。管皇上叫万岁爷，管太后叫老佛爷，剩下这个3宫6院72嫔妃，那都是什么主的？你比方嫔主子，什么这贵妃那贵妃都得叫，真是。而且人家吩咐你一句话就一遍，不说第2遍，你耳音得好，得听清楚了。回答呢，不能像东北人似的乱介绍你去办去。那不行，你得回答渣，得有这么清脆的一声。而且整个3叩9拜这套全套的礼节，何谓3叩9拜？磕3个头，这叫1叩。3见9拜嘛。3叩9拜是人们先是左腿，然后右腿哭通，按顺序跪，跪到地上以后呢，磕头。磕头之前，这帽得摘下来放在右边，梆梆梆3个头被一叩，再起来一拜，梆梆梆3个头一拜，3叩9拜就完事儿。碰到普通的上司呢，单腿点地，双腿呢在双请按，单腿为单女，而那一跪啊，这您吉祥，奴才祝您怎么着都得说。所以在宫里这个礼节啊特别严格，你站那纹丝不动。说白了，不比现代当兵的那规矩差。你比方当兵忽伟大的身板溜直，太监也是在宫里见皇上的大翅都不敢出。所以宫里头这个规矩是特别特别大。李莲英那个时候吃了很多这苦，但是他也学会了呢，怎么样有眼力劲儿啊，见识明白啊，反应快啊，学了一堆。姐夫说他当时把当太监这个基本功底子打的是非常好的。你包括侍奉这些主的穿衣服都是，咱现在说你穿衣服吧，手这么深那么深，皇上的手搭哪儿是哪儿，主子的手搭哪儿是哪儿，你得就着这个主子这个手脚，你再往上给套衣服，你不能让这个主人感觉一点别扭。要有一点别扭的，主的可能不说什么，太监是有师傅的，上去就一嘴巴，那打的才狠的。而且在宫里头互相称呼，你看咱们说那很不好称呼，李公公、王公公、赵公公，哎，这是大臣和皇上有的时候对他们的称呼。要真是这个太监互相之间不能这么叫，平辈儿的见李莲英李爷，见安德海安爷这么叫，晚辈儿的太监进来得叫李师爷师爷这么叫，你要直接叫什么公务什么公务坏了，这是侮辱性仇。那我说李莲英这点见识的他倒挺快，可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李莲英更加感觉侯门深似海，这皇宫里可得小心在意。为什么？李莲英前面出了个前车之鉴。刚才我们说的，在李莲英之前有一位太监得慈禧宠爱，大太监安德海，四品顶戴花罍。就按雍正的祖制来讲，这都算带到头了。这个安德海呢，一开始就得慈禧宠爱，这个人就变得有点飞扬跋扈，就整个皇宫都装不下的。他这个得罪人在哪儿呢？他就对老佛爷恭恭敬敬，慈禧得势垂帘听政啊，甚至对于东宫太后、思安太后不放在眼里，对于皇上都不放在眼里。你琢磨琢磨，这样一来，你想呀，皇上那些个妃子再加大臣，对这个飞扬跋扈的太监能看得上吗？所以安德海因此得罪了好多人，有的大臣想找慈禧报事，安德海从中百般刁难，你不给钱不行。
这能不得罪人？你得罪这些权臣了，没什么好。结果后来安德海其实是被人陷害死的。他是死在22岁那年，去山东，死的济南了，被这个山东巡抚丁茂珍给砍头了，暴尸3日失踪。为什么呢？大清祖制规定啊，王公太监不得擅离京师，除非皇儿出见，你跟着出位。皇儿不准你自个儿是不能随便离开皇宫的，不能随便离开京城的，这是有规定的。当初慈禧的派这个安德海，你呀，到广州各地多采办龙运，结果这安德海害你出行，你可以就见，办完事你赶紧和你北。安德海借这个机会一路之上游山玩水，多刮民财，各个地方官都得发着他。结果这个事情被朝廷几个大臣吃豆，先后向皇帝撼斗，不那安德海出京之后花人酒地，骚扰百姓不回来。皇上也恨着安德海啊，都那得收拾他。这时候慈禧也保不了。这一幕说实在给李莲英印象太深刻了。梁一看了，当奴才的这摆正位置啊，可不能够飞扬跋扈拿自个儿当主子。后来慈禧一点点的宠幸他，到了他27岁的时候啊，这基本上慈禧已经拿他当继人了。他赏他4品顶戴花翎。他31岁的时候，李莲英就可以跟敬事房大总管就太监的总头平起平坐了。46岁的时候就得了2品顶戴花翎，成了整个大清朝身份最为尊贵的太监，哪个王爷都不敢小瞧的，王公大臣呢更是把他捧得呀，给他送钱干嘛？但是李莲英没有因此乐颠香，所以才能在侍奉慈禧的过程当中得以善始善终。那么说李莲英靠什么能够在慈禧身边干了这50多年？他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而且这些过人之处无一例外都留下一些神鬼莫测的，甚至有的宫里人津津乐道的一些所谓的佳话。那么咱们下期节目给大家细细说说李莲英在宫里的过人之处，以及那些传奇故事。美国大选的时候，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往往都会出现一种情况，斗着民主党和共和党啊，争得非常激烈。针对对方的候选人的双方有的时候在舆论上啊，采取一些非常办法，比方说你这候选人有绯闻，他说你这候选人财政不透明，反正尽可能的往对方身上泼脏水，降低他的支持率。但问题是，只要能成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候选人，那一定得是这个能力啊、基础啊、忠贞啊各方面都比较过硬。他身上真又有硬伤，也不可能让他做候选人。所以你这种采用互相攻击的方式啊，往往收效不大，不会起绝对作用。但是这不等于美国总统就没有丑闻。咱们知道克林顿萨德文事件，但是那个事情真正打击克林顿，并不是这个生活作风问美国人对这事看而不猜，而是因为克林顿当时撒谎，甚至想用权力干预对他的调查，这个美国人不干的。就说你总统就不受约束吗？你掌握着权力你就人上人吗？这不可以的。那么今天我们说这个美国总统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也和这种权力干预司法、权力干预诚信有直接关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统丑闻——尼克松时期的水门事件。那么这个水门事件也直接导致尼克松辞职。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辞职的总统，因为丑闻辞职。那么我们也知道尼克松啊是个有些作为的人，在他任上越战停止了。他也是那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北欧总统。1972年年初，尼克松呢来到北京。我们好多朋友看过那张照片，尼克松下了飞机径直往前走，周总理站了挺直的身子跟他握手，象征着中美关系当时的解冻。
那么尼克松一个这样有作为的总统，就输在了当时他可能认为不起眼儿、不大点儿事儿的水门窃听事件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有一说，历史啊，发生大事情，往往会一些不经意的小事情给颠覆。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1972年6月17号晚上。当时尼克松他有一个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就尼克松是共和党，他要的跟民主党的推举候选人竞争，他谋求连任。那么当时坐落在水门大厦的民主党竞选委员会办公室在水门大厦的8楼。这天晚上有一个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加班到半夜，他才走。他走了之后到了楼下呢，他有个习惯，走之前每回都回头看一眼的于楼上。这一看他看出问题来了，就在他工作的办公室再往这边查4、5个屋左右，他突然发现那个屋有亮光。说也有人加班吗？不是亮的灯，是明显看出手电筒在里边乱画。这时候整个大厦没有停电，怎么里边又有手电筒呢？这个工作人员就觉得不对劲，是不是有人进里偷东西啊？他就返回到大厦里和保安人员汇报。正好这时候保安人员也发现疑点了，就是呢，从地下车库上到这个办公室这一块，到大堂坐电梯再上去，这不有一个门吗？应该说能进地下车库的都是这楼里工作人员，所以他们从车库呢能打开这个门，但是你从这个门再打开了进车库，他就费劲了。而这个时候那个门正常应该是锁着的，然后通过门卡来开，可是保安人员发现的，这个门的锁已经被拨开了，而且用为橡皮条给缠上了。就意思呢，它还是合着的，可是从里到外一推就开。开始保安人员以为呢这是清洁工，可能忘带门卡了，为了方便这么弄。可是保安人员第2次检查时候呢，发现呢，他已经把那个橡皮条拆下来了，可第2次发现那橡皮条又贴上了。这时候保安人员发现也可能出现窃贼了，所以这个保安人员已经报警了。警察就来了，这警察呢正是按楼层来搜，有可能进到楼里的小偷。正好这个时候，这位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回来汇报说8楼有动静。那好，这俩事合到一块，警察直接就奔8楼去了。结果到了8楼一查那房间，屋里没人，再把灯打开，从桌底下都从5个人。这5个人个个穿的西装笔挺，也不像小偷的样。一调查干嘛？在这屋安窃听器，这屋就是民主党竞选委员会开会的地方。他们来安窃听器了。有人说了，所以你说要这种类型的政治间谍事件，那不得做的天衣无缝的？怎么这帮人这么蠢的？不是他们蠢，外边有把缝。就一看到警察进来就赶紧告他。可问题的那个时候呢，没有手机也没有啥的，用着对讲机。他们的同伙呢，在水门大厦对面的旅馆上找一个屋来监控。当看到警察来，赶紧汇报，可没想到里头这5个人把对讲机关了。为啥？这5个人紧张的按窃听器，手脚都直哆嗦。他这外边竟然会往没有动静，没有动静。其中这5个人领头的说：“真啰嗦，这等着关了，咱们赶紧干完活拉倒。”结果就赶这时候关了对讲机，警察就来了。你说倒霉不倒霉？当时把这5个人，你琢磨琢磨这事，第2天一上个报纸头条，这得多大反应？民主党的竞选委员会屋里被安了窃听器，能是谁干的呢？人又不是来偷钱来的，倒不用问呢。共和党是他直接竞争对手，这是共和党指使的。那共和党谁是头？尼克松啊！所以第2天各大媒体的舆论导向全部指向尼克松。尼克松赶紧站出来澄清，说这个事儿我毫不知情。我的也不排除是我下边的人为了我的利益去干这种无耻的事情，我一定完事追查到底。
各位放心，我以美国总统的名义，我很诚信，这事我一定追查到底，给你们一个交代。尼克松慷慨激昂。当时美国人也相信了，总统都说给交代了，看来他是不知情。刚才我们说这个水门大厦啊，这个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偶然发现了这个事儿。其实这种事情到了电影导演那里的有更加奇妙的解释。你看《阿甘正传》的电影里，居然把阿甘呢当做这次美国历史上具有轰动意义的事件的发现者。说阿甘呢在这个水门大厦对面的旅馆里住，当时的晚上也睡不着觉，他是喝了太多的饮料，不停的上厕所起夜，然后在起来的时候呢，他突然隔着窗户看了，对面就是水门大厦的8楼平行的位置，里边有些人在里边翻箱倒柜找东西，他好像在这拿手电筒晃着在干什么。我们知道阿甘虽然智商低点，人很有正义感的，他这可还了得，这不盗窃吗？阿甘马上下着汇报给水门大厦的保安人员，完了结果保安人员把警察带来，把这事儿按住，结果水门大厦这个窃听事件才大白于天下。你看，这是导演通过阿甘巧妙地把美国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都串联到一块儿了。所以你从这里边你也能看到呢，阿甘他发现这个水门事件是美国人在自己的历史上挥之不去的浓重一笔。任何一个美国人只要提起美国的政治历史，恐怕水门事件是永远绕不开的一个坐标。接下来展开调查，发现了这5个特工里头有3个是古巴人，于是这个事就有眉目了。调查几天，尼克松就说了，这是古巴人干的呀。为啥呢？他们都知道那时候古巴卡斯特罗建立的政府的和美国之间矛盾重重，根本不听美国的，反而亲苏联。那么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也曾经派过特工暗杀过卡斯特罗。那么古巴在政治立场上和美国对立，那么古巴派间谍呢进入你竞选委员会关键地方，安着窃听器，轻易听你们党派内部的消息，这样古巴好预先做出对古巴有好处的这种判断，这也是非常正常的。而且那个时候美国国内也一直在宣传古巴是我们的死对头，很多民众就相信看来这是古巴人干，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斗争，不是我们国内党派的斗争。所以这个事儿等于平安过去了。尼克松的支持率呢本来就挺高，顺利的在72年年底连任。可是这个水门事件没有如这么破，为啥？当事件一开始出，我们说是警察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过来调查这个事，后来尼克松说呢和古巴人有关，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就交由中央情报局来接管这个事。可是毕竟联邦调查局调查了一段时间，手里有些线索，而这个线索当时联邦调查局有一位负责人2005年前后才去世了，他当年把这些积攒的旅怕，把这些消息透露给记者，记者不能透露他的名字，管他叫申猴，这就是美国政治史和新闻史上的著名的人物人物。那么这个事情有人就说他为什么要透露这里边对尼克松不利的信息，就是因为尼克松在决定联邦调查局人选的时候提领导就没有提他怀恨在心。那么他提供了什么资料呢？他给美国2位记者刘易斯跟鲍勃提供了一些对尼克松致命不利的信息。因为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时候发现，这5个间谍里有3个是古巴人。那好，但那俩是哪儿的？调查局一调查，其中有个叫麦克德，是原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从特工退伍下了。这就是个疑点，怎么中央情报局特工跟古巴人混一块去嘞？你这事总得给公众个结论吧？稀里糊涂，尼克松调查的没有这事。再有，从麦克德身上发现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美国这个金融手段很发达，通过这个支票顺藤摸瓜一调查，这个支票谁给他的呢？来自美国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
说白了，尼克松那个竞选委员会给他的$25,000支票，给他干嘛？怎么下账？什么用途？都没有解释清楚。叶根那边脸一成那不用问的，矛头直接指向尼克松。所以记者接到了深喉爆料，一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到时这怎么回事？你尼克松得给解释解释啊！你凭啥就说这个事儿转到你中央对情报局那儿调查去了，然后这个支票从你这儿开着，怎么回事啊？尼克松不得不第二次战争啊！我们一定调查这个事情，我事先不知道，事后也没干预。结果，美国的法院检察院成立了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很快顺藤摸瓜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又先查这个麦克德的一五一十都交代了，把美国白宫的法律顾问迪安给供出来，说这事是他指使。白宫的法律顾问那直接为尼克松服务，这一下子迪安也受不了，一五一十把事情都说出去，说这个事不仅是跟尼克松有关，一定是尼克松事先指使，而且事后尼克松也干预。出了事之后呢，尼克松呢马上就跑回来了，来安排这个事情。说既然有古巴人，把他推到古巴人身上嘛，然后呢告诉联邦调查局这事他别干了，由中央情报局来接手。就这样的话，中央情报局来调查，就尼克松牢牢的控制。所以迪安把这事供出，尼克松也赶紧站出来辩辩，哎呀，我们这不是那么回事啊，我没有那么做呀。就再者说这个窃听这事啊，很正常，怎么很正常？尼克松还举例子，所以你这美国历史上有好多次跟窃听有关的，美国总统的安全、白宫的安全，那就是国家安全呐。为了国家安全、国家利益超越道德的窃听怎么了？美国总统不少人都使这个。他还影射一下他的前几任可迪迪啊，跟玛丽莲梦露啊，说怕梦露泄露有些东西，去给梦露拿窃听器，这样都很正常。尼克松没想到这些话激怒了美国，美国人对私权力特别敏感，就说你公权力无论多大，你不能用警察国家的方式控制我。就老百姓一举一动，政府必须都得知道，这不行，政府不能侵犯老百姓的隐私。美国人对这个特别敏感。你看咱们看过威尔史密斯演过的一部片子叫《国家公敌》，他卷入了一起政治事件，结果跑到哪儿都不行，中央情报局到哪儿都能跟上，各种窃听手段层出不穷。所以那个片子反映了美国人对监视跟窃听深恶痛绝，侵犯我隐私，侵犯我私权利。咱们可能还看过有一部片子叫《窃听风暴》，那么在东德柏林有个警察，他这个窃听监视一对夫妇，结果他本人呢在监视过程当中，由一个执行监视的人一点点变成一个维护被监视人权利的人，因为他发现监视窃听这事儿侵犯人隐私，是公权力对私权利一次无耻和残暴的践踏。你看这个事情现在在世界范围都得到共识，前苏联时期警察国家的方式监视老百姓，证明不得人心。所以尼克松当时提出来这些，说为了维护所谓的国家利益，那置私权利于不顾。美国人翻了天了，不干了！你说的什么胡说八道？你尼克松怎么能这么想的？所以当时对尼克松反对的声音，那简直从上到下形成一股洪流。而这时候尼克松偏偏干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情，被事件调查的首席检察官考克斯给罢免了。他为啥罢免？这考克斯就提出来说，你不光是窃听敌人，你在白宫里边也按窃听，你窃听自己手下人员，你监控所有的人，看他对你是不是忠实。你现在必须把窃听的资料拿出来，我们给你定罪。尼克松恼羞成，拒不往出拿。结果考克斯组织检察官法官推这阵讨论，绝大多数人认为总统你也得受法律约束，你有多大权力，哪怕你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领导人，那也不能摆脱法律的约束，你也得说人话办人事儿，不能侵犯人权。所以尼克松这时候气急败坏，把考克斯罢免了。这一罢免捅了把风，美国人上街游行，各大媒体纷纷停止以前的报道，集中火力猛攻尼克松，甚至有人把尼克松跟希特勒相提并论。最后尼克松迫于压力没招了，把这个窃听的录音带、录像带都拿出来，
但是他做了手脚，关键地方都，这下也没法直接给他定罪。可是这么一闹，尼克松的诚信危于崩，一落千丈。没办法，在1974年8月8号，尼克松在电视上发表电话，宣布辞职，实在干不下去了。那么我们看呢，尼克松本来在任上有作为，被这样的事情一下子就彻底毁了。就只要这种事情出现，是一票否决，一个总统不成器，一个总统去侵犯自己公民的私权利，这是一个国家不能容忍，这是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最高的一个项。就你不能突破这个底线。那么有很多人对尼克松表示不理解，就是他当时连任就不用窃听这种手段，也基本上有8、9成的把握，他支持率很高，他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没用的事情？万一要换事了以后还不得了的事儿。有人分析尼克松的性格是那种非此即彼的决绝性格，把人生每一次危急都当作战场，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到万无一失。他即使连任，他觉得8、9成把握了，也不能有一点的失算的地方，所以他用窃听的手段，试图知己知彼，破坏对手的救火计划，这才使他走向了这么一条总统的不归路。而且他有关国家窃听合理合法这个论调，也在当时美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后讨论结果是一边倒的反对总统可以侵犯公民私权利这样的错误论断。这也是美国宪法在颁布之后这几百年时间以来最激烈的有关于人权的一次讨论。而这次讨论的在美国上下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就是公权力和私权力的边界，由此呢也确定了西方民主几条难以撼动的磐石。你比方说私权力，这是西方民主绝对基础。那么在这一点上，尼克松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他用国家利益作为诡辩的手段，他自己很清楚是不合理，